节课呢，我们来学习一下识纹晕染系列。识纹晕染实际上有很多种操作方法，大家可以任选其一，或者根据不同情况下选择不同的操作技巧。这里我给大家列举了4类。第一种是用水彩去操作做识纹晕染，做的是这里指的是识纹晕染呢，就是说的上面的这种纹路。晕染底层的颜色，我们是把这个看之前的干晕或者湿晕教程去进行操作，主要针对的是上面的这些纹路如何操作啊。比如说水彩系列，像这些粉色上面用的全是用水彩进行操作的。那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比如说晕染液，晕染液指的就是你看上面自然而然形成的这种纹路，就是这些多数是以水彩液晕染液去操作的啊，也叫做水彩液、水染液。还有一种呢叫做这个彩绘胶，用彩绘胶做出来的这种纹路能看出来的啊，边缘是比较实的，边缘比较实，上色度以及它的显色度是比较高的。最后一种呢就是用色胶。色胶着重在于哪儿呢？比如说我们画好一个纹路之后，中间需要做一些颜色的叠加，那我们可以用到那个彩油胶，就是这些色胶。但如果你的色胶比较浅、比较透、比较稀的，是不适合去做这个纹路的，是不适合做纹路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点啊。好了，4部分每一种操作方法给大家实操一下。然后我这里简单做了几个晕染，然后照完灯之后的效果，没有涂任何的加固或者其他，只是随便铺了2层颜色，随便铺了2层颜色。我们先从这个第一种就是最比较常用的，比如说我们的彩绘胶，彩绘胶可以用黑白红黄蓝等等各种各样的颜色去进行实操。去进行操作，用到的笔呢是这一支平头光疗笔，可以用平头笔，也可以用圆头笔啊。看一下，我们不能用圆头笔，平头笔或者是斜头笔，因为这种笔平头和斜头，它这两边是带尖尖的，带尖尖，比如说斜头笔就是这个。对吧？它带着尖尖，我们就好控制纹路的边缘。大家想一想，这个大理石纹路，大理石头，它的纹路一定不可能是圆滑的，对不对？画大理石纹的时候，在指甲它不可能是这种圆滑的走的，它肯定是这种以短线和长线以及出现的这些尖尖角角为分叉点，加深一下，对吧？可能有粗有细，但是一定多数是以这种短直线，记住啊，短直线或者长直线为基准，不能说是给它选的做出来之后，这个地方怎么这么的圆滑，那就感觉就不对了，另外，在做这种纹路的时候，大家看哈，看好，画这条线，画这条线，我们不能怎么样呢？画这条线的时候不能这样。很多同学是出现这种情况的，就是在甲面上我用拉线笔画线条是这种拐折的，而且说要短直线嘛，好了，我就来回拐。当你这种均匀分开的时候，它就缺少了那种写实的感觉。所以说再把这个线条稍微交错一下，比如说你要拉直线，好，我先拉一条长的，突然再变短，然后短2下之后，好，我再去加长，对吧？长短长这样可以，也可以长短，然后这种感觉也可以，但是千万不要来回交错做成这种闪电状啊！甭管是哪一种，我们接下来都得注意这一个要点，好吧？另外，我们在画这种诗文的时候，纹路的走向，我们可以从这个字母来表示，从字母 A 到字母 Z， 甚至你去写一些简易的中国字，字母字它都行。我说随便画几个指甲，给大家举个例子，指甲随便画一下哈，来。比如说从 A 开始，字母 A 写到这上面，那岂不是很生硬吗？是不是？但实际上不是的。比如说这个 A，我们这边好短直线、长线，对不对？把一条直线变成这种曲折线条，然后旁边呢可以从这里往下连，我是不是也可以往下来一点，对吧？我也可以往下来一点，然后这个地方我适当的往这边去做连接，这是不是一个字母 A？ 能看出来吧？所以说把这些字母 A 把它抽象化啊，不要画的太那种规整整，然后在线条的连接处。就是只要是线条要分叉了，这边往这边分叉，一定是在分叉的地方线条是加粗的。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啊，比如说我要写一个简单的字母人字，用写个人来画大理石纹，画纹路可能会有重有轻，比如说这边颜色加重，这边颜色又加重。好了，下面这里可能又加重一点点，也有细的，也有粗的。但如果想要分叉开，一定是从这些比较粗的线条往外去分。如果你从这里去分出来，只能分出来细线条。想要做出来的它的这个开叉点啊，它的分路啊，这个怎么说？这是反正你们理解就行了啊。反正就是这个粗的地方，从这里好，我往外去开叉，写一个人字，对不对？然后这个地方颜色都是偏向于重一点的，然后下来之后可以在这根分叉线条上再单独有加粗的地方，是不是这么一看，这个纹路好像就有凹进去的感觉？因为裂缝越大，它的深度是越深的。你想想，石头裂开之后，裂缝越大，里面你看到的那个黑色面积是越大的，所以说这个位置是加粗的，好吧？这是字母 A， 那字母写一个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写个 H 吧 ，H 啊，来也是一样 ，H， 但不一定就是说只能竖着去写，我也可以横着。你看，我可以横着过来。好了，一根线条可以适当加粗。它一定是有这种角出现的，不能直线太长啊。好了，上面一个，下面来从粗的地方开始往下去分叉，然后这边从这里
好，那肯定这个地方我们画的时候也是要加粗的，对不对？你看横向去看是不是也是一个 H， 只不过把它的线条给压缩，形状给改变啊，随意去拖动，但是字母的大小也是一样的。然后多数最常用的就是基本上写个人字呀，写个入呀，写个这个还有什么来着？这种之字啊，之字这种的，反正各种各样。大理石纹大家不要太受限，过于去规整你写的是什么字儿，就是怎么做出来，哎，知道我分叉的地方要加粗，知道我接下来这个纹路该怎么去画这条线条，它的形态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这种是最合适的啊。大家拿一个卡片可以跟着去实操一下。首先咱拿彩绘胶来给大家举例。彩绘胶举例，用到的是一支拉线笔和彩绘胶，还有这个平头光疗笔。我们先从第3个开始看啊，彩绘胶。彩绘胶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它的上色度高，纹路要更加清晰一点，上色度一定是高的，纹路更加清晰。用到的笔是这个平头光疗笔。来，首先拿一支拉线笔，我们去上手上指甲片上去画线条。彩绘胶啊，彩绘胶。来看笔呢，一定要柔软状态下，你不能说它特干燥，你就拉也拉不动，结果这个笔有那个发那个黏糊糊的，对吧？来拉线笔，我先稍润一下笔，去画线条啊，咱就从简单的人字开始入手。取好这坨胶，来看好了，彩绘胶再去画大理石纹的时候，彩绘胶在画大理石纹的时候，基本上我们这个线条开始的地方是怎么控制线条的粗细呢？来看啊，通过我们画彩绘的时候，用笔尖去控制。比如说我要画细线条，那么咱们把这个笔给立起来，细细的去画，能看见吧？那如果说我这个位置想要加粗了，好，笔压下去，好，再去短线，是不是有细有粗的线条就出现了？而且都是以短长这种感觉，但是不要太直了啊，可以拐弯，长压移，再下去，对吧？就这种感觉，也就是说用笔尖细细的放，它就是细线条，压下去就是粗线，再抬起来就是细线。画的时候切记不要做成这种样子，上下线条粗细一致不行。我擦药啊，就是上下线条，如果说我们在做的时候是这样的。不可以，做完一定不好看，也不要说为了加粗，你这本来线条已经画的够粗了，完了你又再往旁边去加，那么最终做完可能会漫到整个甲面上去，更不好看。所以说一定要保证，哎，有细细的线条，甚至断掉都可以，然后再往下走，然后在粗线条的地方，通过细突然变粗，再突然抬笔变细，这种一般是错不了的，这是第一种禁忌的，就是画弧线，画这种比较圆滑的线条。第二种禁忌就是大家在做的时候。很均匀分开的几个线段，这样也是不行的。我们可以试试做完，肯定是看起来你自己看着就别扭，不用我看啊，大家自己看都别扭。所以说，来，咱写个人字，好，人，咱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落，轻轻落，好，往这边去压笔下去，这里抬起来，对吧？第一条线条完成，是不是？来这边是不是要从粗的地方开始去往下面去拐弯，不能从细细的线条，记得吧？来，从这开始往下走。也是有粗有细，线条有轻微感觉不太漂亮的不用管它，一会儿我们还可以通过在过渡的时候去调节啊。好了，把这个画好之后再来看，用到的是一支平头光疗笔。平头光疗笔我们再去做大理石纹的时候应该怎么操作呢？首先笔呢润笔，不要沾太多底胶，记住千万不要沾太多底胶，不然你的彩绘胶颜色会发虚啊，边缘就不漂亮了。然后润好笔之后，把多余的底胶擦掉，微微湿润就可以，微微油性就可以，不需要有过多的底胶。接下来看，在过渡这个纹路，我们的手是可以左右旋转，但是不要扭过来啊，可以这样去旋转，上下左右去旋转，但是不要去转动幅度过大。笔呢用的不是前端，因为前端都是很多根毛组合成的，但是侧面呢，它就是并排的一些毛，不管我再怎么用力，侧面这个地方永远是一条偏直线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过渡大理石纹的时候来看啊，用的就是笔的侧面部分，你看。一点一点，也不要就是说颜色有了，我就只在颜色的边缘去过渡，不要只在颜色的边缘去过渡，过渡完就是那个实色边会比较清晰，看到没有？实色边缘会比较清晰，我们就直接把整个这个位置的胶点上去，通过拉直线，拉好之后看往右边过渡2下，它的颜色就扫开了，看到没有？颜色就扫开了。来，往下这边拐弯转一下甲片，同样用的还是哪呢？还是用的笔的侧面，我们不能说因为这个。方向改变，我们手法这个还就竖起来了，一定切记用的是它的斜侧面这边的地方啊，前段的尖角。过渡的时候不要觉得底胶越多它就越干净，实际上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手法去刷出来的。来看到这儿，上面的部分咱这不就基本上做好了吗？是不是？上面的部分咱基本上就做好了。做好之后，你看这里如果有一条比较圆弧的线条，你感觉不影响那没事，如果影响的话，我们可以在做的途中，你看我可以适当的去改变它的形态，对不对？
这些都是可变的啊，都是可变的。好了，上面过渡好了之后，下面分叉的地方，这根咱先不管，这边地方接着再往下走，也就是说通过旋转甲片，我们去调节纹路走向过渡的这个方向。胶多的时候，过渡的这个边缘一般来说都是比较大的，过渡的这个边缘都是比较大的，是不是比较粗？边缘胶比较细，线条画的比较细的时候，过渡的边缘就是比较细的。但是因为这个位置有大量的胶，笔上是不是已经不干净了？那你想要过渡下面细细的，就不要再用同样的位置把笔转一下，或者说把笔擦一下，用个干净的地方单独把细线条过渡，这样呢它才出来有深有浅、有粗有细的感觉。如果说是笔上本来有很多胶，完了你把下面去刷上去了，是不是它的颜色又回去了？就跟一整条的那种感觉一样，对不对？你看这边的这个形态就这么去操作啊，这么去操作。我先把这边直接先连上，先给大家看，来，对不对？你看这种做完的，它是由实到虚虚化出去的，它不像是那种一根粗线条。给大家做一个错误示范，一定就跟做渐变一样，不要有分层。哎，我过渡了边缘，但是是不是能明显看看出来你画的这个线条的这个粗细，对吧？这样不行，一定把这个颜色整个给它铺开啊，整个给它铺开。所以说在操作的时候，大家把这个注意点注意到。好啦，来主线条我们做好之后，再来看它的分支。来，再来看分支。其实这个我是为了方便大家看，去把它破坏掉了。当然，大家在操作的过程中也是可以，哎，我适当的把这个位置注意一下，来单独的把这里去过渡。一个开叉，好了，从这边开始掰开，下面呢跟上面一样，无非就是换一个线条嘛，是不是？笔尖来往下走，细线条到粗线条的过渡，就是颜色较少的地方到较多的地方过渡是不需要擦笔的，但是通过较多的地方，我们到较少的地方去过渡的时候，一定记得在湿棉片上把笔擦干净，或者用底胶把笔洗一洗，再去单独过渡这些细细的纹路，它的线条就不会整体感觉就不会被影响到。对吧？最简单的一个湿纹晕染啊，最简单的湿纹晕染，湿纹的操作技巧。然后这个时候，说实话，有的时候我们在做完之后，哎，这个边缘有很多，这个笔上有很多的这个色胶还存在，色胶存在。那我正好借助这个色胶，就是笔上有一点点的这种胶，哎，我把旁边的地方我再给它加深一下，对吧？可以做一些淡淡的纹路上去。比如说淡淡的纹路，有的时候不是通过咱们再去另外去加。就可以利用笔一些残留的胶去进行过渡就好。假如说我们过渡完笔上是不是有轻微一丢丢的胶？好了，这边我看起来有点生硬，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往这边去走一走，单独的直接画出去，明白吗？然后你看这一片的时候，如果比较干净，你觉得比较单调，那我们还可以在中间从断层开始，用淡淡的纹路做出一根浅浅的这种湿纹效果，能看出来吧？比较淡的，有深有浅，它才有层次啊，有深有浅才有层次。如果整体颜色特统一的话，可能会不太好操作，可能会不太好，不太漂亮，不太漂亮。来，这个我再稍微加深一下下，上面这个纹路走向，大家可能觉得没有什么这个，哎，我到底该怎么走？我也没有什么想法。那你们就按照我跟大家说过的写字母，写完字母之后，周围比较空旷的地方，你可以再去适当添加一些细细淡淡的线条纹路。这是用彩绘胶去进行大理石纹操作的时候一个小方法。然后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像这上面。像这个和这个，还有这个，这三个，以及下面这个不是啊，还有这个是比较清晰了，是不是？然后纹路的走向自行确定，但是你看淡淡的线条，这都是一层做完的，没有做两层，都是一层做完，可以横向的，也可以竖向的，也可以斜向的，这就是一个字母 A， 能看出来吗？字母 A 连接上去的，然后中间穿插了一些细线条，这种大家不要把它想得太规则化啊。另外，石纹它没有那么光滑的感觉，适当的有一点点这种纹路存在是不受影响的，是不影响我们最终效果的。大家不要把这些看得太要求这些东西太细致，然后做的过程中时刻去检查，看看你颜色的纹路想倾向哪里就往哪边去走。如果说这一层做完照完灯，我发现好像这个位置不够实，那么我们可以单独照完灯之后再单独把深色的地方再叠加一层我们的彩绘胶，就稍微叠加一下，让它的深浅变化更加强烈一点点也是可以。你看加一点点，是不是这个位置好像凸出来了一样？所以说大家要多去利用这种深浅对比啊，深浅对比。来，我先去把它照一下灯。
先照一下灯，这个用的就是咱们彩绘胶的操作，用彩绘胶去操作出来的纹路。然后其实彩绘胶呢也可以叠加2层，当然了，有的时候你可以用黑色呀、用棕色去表示，可能会比较多。黑色、棕色还有白色是大理石纹在做晕染的时候使用率最高的啊，使用率最高的。好，做好之后，我们上封层，或者说上这个该做其他款就做其他款。我简单涂一下，适当找平啊，把它涂上去。然后当一层加固胶上去之后，再有一些淡化的底痕，几乎就看不出来了，这可能不是那么平整，但是大家想要去看一下效果，它就浮在中间了，好吧？这是第一种我们的彩绘胶的操作，来等等。